周一，例会。我正在汇报市场部第3季度的行销方案，讲到一半，会议室沉重的木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装，很高，很瘦，肩膀很宽，头发剪得很短，显得眉眼特别深。他一进来，整个会议室的空气好像都被抽走了，所有人都闭上了嘴，我的声音也卡在了喉咙里。是他，陆云深，那个被我甩了10年的前男友，那个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的人，他怎么会在这里？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人力资源总监跟在他身后，脸上堆着笑，小心翼翼地介绍：各位，这位是集团总部新任命的总裁，陆云深。陆总，从今天起，全面接管我们公司。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拳。总裁，我那个穷的连饭都吃不起，把学校发的助学金全部存起来，只为在我生日时送我一条廉价项链的贫困生男友，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了。我捏着遥控笔的手，指尖冰凉，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和他之间来回打转。公司里没人知道我们的过去，但所有人都知道，我苏婉是踩着无数人爬上市场部总监这个位置的，最擅长的就是向上管理。现在，最大的上来了，还是个28岁的、年轻的不像话的总裁。他没看我，他径直走到主位上坐下，往后一靠，2条长腿交叠着。他扫视了一圈，目光像刀子，最后落在我身上。继续，他说，声音很低，很冷，比10年前哑了些，但还是那个调子。我低下头，看着 PPT 上花花绿绿的图表，那些字突然变得模糊。我深吸一口气，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一样镇定。好的，陆总，刚才我们讲到关于 K-Max 系列产品线的推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他打断我， K-Max， 一个上市5年的老产品，市场占有率连续3个季度下滑。你现在告诉我，你要花300万的预算去做线上推广。他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一下又一下。苏总监，你管市场部多久了？我全身的血都凉了。他叫我苏总监。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见呼吸声，所有人都在看我，看我这个平时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的女魔头，怎么回答新老板的第一个问题。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10年了，我以为我早就把他忘了，可他一出现，一开口，我就被打回了原形，回到了10年前那个夏天。我站在他面前，把那条他攒了半年的钱买的项链扔在地上，对他说，陆云深，我不想再跟你过这种穷日子了，我们分手吧。他当时就是这样看着我，一句话不说，眼睛里全是血丝。现在他还是这样看着我，只是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痛，只剩下一片冷冰冰的像深海一样的黑。我知道他是来报复我的。会议不欢而散，我回到办公室，林菲菲就跟了进来。她是我手下的副总监，一直想把我挤下去，此刻脸上全是藏不住的幸灾乐祸。苏总监，这新来的陆总火气不小啊。他假惺惺地给我倒了杯水，一来就拿我们市场部开刀。你那个方案，我早就说了有问题，太保守。我没理他，坐在椅子上，盯着电脑荧幕，一个字也看不进去。陆云深，他真的变了好多。以前的他，虽然穷，
但眼睛里总是有光。他喜欢穿洗得发白的 T 恤，身上有淡淡的肥皂味。他会在学校的湖边弹吉他给我听，会用省下来的饭钱给我买爱吃的双麒麟。他那时候总说，婉婉，等我以后有钱了，我给你买个大房子，让你天天都能吃哈根达斯。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说，好啊，我等你。可我莫等，我把他丢在了那个看不到未来的出租屋里，自己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往前跑。这10年，我真的很拼。我从一个小小的销售助理，做到现在的位置，吃了多少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以为我成功了，我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可现在，他回来了，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君临天下。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是总裁办公室的。苏总监，陆总让你上来一趟。秘书的声音公事公办。该来的，总会来。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走进电梯。镜子里，我看到自己脸色发白，但眼神还算镇定。苏婉，你怕什么？不就是个前男友吗？大不了，这份工作不要了。总裁办公室在顶楼，我敲了敲门，进，还是那把冷冰冰的声音。我推门进去，办公室很大，装修是极简的黑白灰色调，像他的人一样。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对着我，看着楼下像蚂蚁一样的车流。陆总，您找我。我站得笔直，他转过身，手里拿着一份档，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这是你要的300万预算。我愣住了。什么？我说，我批了。他看着我，眼睛里没石磨情绪。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个专案，你亲自带队，我要看到结果。如果3个月后 K-Max 的市占率没有提升5个点，你和你的团队全部走人。他说的轻描淡写，每一个字都像冰雹一样砸在我心上。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毙掉我的方案，以此来羞辱我。可他没有，他给了我钱，但给了我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的不是我走人，他是要我亲手毁掉自己这10年辛辛苦苦爬上来的位置。这比直接开除我很多了。我看着他，忽然想笑。好，我说，陆总，我接了，不就是5个点吗？我苏婉，最不怕的就是挑战。他好像没想到我会答应的这么干脆，眼神动了一下。出去吧。他摆了摆手，又转了过去，不再看我。我拿起那份预算审批单，转身就走。走到门口，我听见他在身后很轻地问了一句，那条项链你扔了？我的脚步顿住了，后背一阵僵硬。我没有回头，早就扔了，不值钱的东西，留着干石磨。说完，我拉开门，快步走了出去。我不敢让他看见，我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就红了。我的方案被批准了，还是总裁特批的。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1个小时内传遍了整个公司。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从同情变成了探究和一丝丝的敬畏。林菲菲的脸色最难看，她大概以为我这次死定了，没想到我还能绝地翻盘。苏总监，你真厉害，这么不可能的任务，陆总都批了，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他酸溜溜地说。我把审批单拍在他桌上，关系不一般，也得把活干出来。5个点的增长，你也听见了。从现在开始，市场部所有人取消休假，给我加班。我看着他瞬间垮下去的脸，心里没有一点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片荒芜。接下来的1周，我带着团队，几乎是住在公司。
我们重新做了市场调研，分析了竞品，把整个推广方案推倒重来，熬了无数个通宵。陆云深没有再找过我，他好像真的就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总裁，每天开会、看档，偶尔在走廊上碰到，也只是冷淡的点点头，好像我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但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蓦地，这感觉就像头顶悬着一把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周五晚上，我们终于赶出了第一版修改方案。我让团队的人都先回去休息，自己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对着 PPT 做最后的修改。不知道过了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我以为是保安，头也没抬。还没走，是陆云深的声音，我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换下了白天的西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高领毛衣，看着柔和了一点，但表情还是冷的。陆总，我赶紧站起来，还在弄那个方案。他走了进来，目光落在我电脑荧幕上。快好了。我有些不自在，他没说话，就站在我旁边看。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听得见我敲键盘的声音。他的呼吸就在我头顶，带着一股淡淡的木质香水的味道，很好闻，但也很有压迫感。我紧张的手心都在出汗。这里，他忽然指着荧幕上的一张图表，数据来源有问题，这是上个季度的报告，不准。我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他说的没错，这是我忙中出错，引用的旧数据。还有这里，他又指向另一页，逻辑不通。你的目标用户是年轻群体，但你选择的投放管道全是中年人喜欢的，你觉得他们会买单？他一针见血，指出了我方案里最致命的2个问题。这2个问题连我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发现，我有些难堪，脸上一阵阵发热。苏总监，如果这就是你熬了1周夜拿出来的东西，那我劝你，现在就可以准备辞职报告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我捏紧了拳头。陆总，我会改的。改？他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一点温度。苏婉，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他叫了我的名字。苏婉，不是苏总监。我心里一颤，抬起头看他，他正低头看着我，黑色的眼睛里情绪很复杂，有失望，有嘲讽，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以前的你，眼睛里有光，为了一个几千块的单子，可以顶着大太阳跑1天，磨破了嘴皮子，也绝对不放弃。现在的你，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对着一堆过时的数据，做一份自欺欺人的 PPT。他说的是我刚进公司做销售助理的时候，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居然还记得。你是不是觉得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的声音更冷了。我告诉你，在我这里不行。他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办公室的门被关上，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浑身冰冷。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他说的没错，这10年我为了往上爬，确实丢掉了很多东西。我变得世故，变得功利，变得连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我看着电脑荧幕上那份被他批得体无完肤的方案，忽然觉得无比的讽刺。我以为他回来是为了报复我当初的背叛，可现在我才发现，他对我最大的报复是让我清清楚楚地看到，我变成了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第2天，周六，我把团队的人都叫了回来，推翻了之前的方案，全部重做。有了陆云深指出的那2个方向，我们很快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大家虽然嘴上抱怨，但干起活来都很有劲。毕竟，一个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的总裁，比一个只会指手画脚的外行要让人信服得多。忙到中午，我让助理给大家订了外卖。等餐的时候，办公室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周瑞，我们公司的副总，也是圈子里人人都知道的，我的追求者。他今天穿得很休闲，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保温饭盒，笑得一脸温柔。婉婉，猜我给你带了什么？他把饭盒放在我桌上，你最爱吃的城南那家私房菜馆的佛跳墙，我排了2个小时队才买到的。同事们都发出了哇的起哄声。林菲菲在一旁阴阳怪气，周总对我们苏总监可真是没话说。我有些头疼。周总，你怎么来了？公司规定，周末加班，外人不能进的。我是来视察工作的。周瑞笑呵呵地说，眼睛却一直看着我。顺便慰问一下我们最大的功臣。他把饭盒打开，一股浓郁的香气立刻飘满了整个办公室。说实话，我有点饿了，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想搞特殊。谢谢周总，心意我领了，但我跟团队一起吃外卖就行。我把饭盒推了回去。周瑞的脸上有些挂不住。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又开了，陆云深走了进来。他好像刚健完身，穿了一身黑色的运动服，头发上还带着一点湿气。他一出现，办公室里所有起哄的声音都停了。他的目光在周瑞和我之间扫了一圈，最后落在那盒香气四溢的佛跳墙上。周总，很咸。他开口，声音淡淡的。周瑞看见他，愣了一下，随即站起来，脸上恢复了客套的笑容。陆总，您怎么也来了？我是来看看市场部的专案进度。进度不用你看，我会亲自跟。陆云深走到我办公桌前，拿起那盒佛跳墙，看了一眼，然后直接盖上盖子，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动作干脆利落。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也愣住了。陆总，你这是干什么？周瑞的脸色彻底变了。公司是办公的地方，不是给你谈恋爱送饭的地方。陆云深看着他，眼神很冷。还有，苏总监对海鲜过敏，佛跳墙他不能吃。周总连自己追求对象的身体状况都搞不清楚，市场调研能做好吗？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对海鲜过敏这件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忘记。他怎么还记得？周瑞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都看什么？活干完了。陆云深转头对着我团队的人吼了一句，所有人立刻低下头，假装认真工作。苏婉，你跟我出来一下。他丢下这句话就往外走。我看了周瑞一眼，只能硬着头皮跟了出去。我跟着陆云深一路走到茶水间，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冰水，拧开，灌了一大口，喉结上下滚动着，有种说不出的性感。我站在门口，不敢说话。尝尽了啊，苏总监。他放下水瓶，转过身看我，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都学会找靠山了，找个副总，位置坐得更稳，是吗？我皱起眉头。陆总，这是我的私事，而且我跟周总只是同事关系。同事？他笑了，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苏婉，你骗别人可以，骗我？他一步步向我走过来。茶水间很小，他高大的身影几乎把我完全罩住。我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混合着汗水和沐浴露的清爽味道。我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抵在了冰冷的墙壁上。你是不是觉得我把你留下来是对你余情未了？
他低头看着我，眼睛黑得像2个漩涡。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没有。那就好。他伸出手，撑在我耳边的墙上，把我困在他的身体和墙壁之间。我告诉你，我为石磨留你，因为我花了10年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不是为了跟你谈情说爱，我是想让你亲眼看着你当初看不起的那个穷小子是怎么把你这点可怜的骄傲一点一点踩在脚下的。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刀子。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那张我曾经亲吻过无数次的嘴唇，此刻说出的是世界上最伤人的话。我的眼睛有点发酸。我知道了。我低下头，不想让他看到我的脆弱。陆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工作了。我推开他，想从他手臂下钻出去，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热，力气很大，捏得我生疼。放开！我挣扎了一下，他没放，反而把我拽得更紧了。苏婉，他的声音忽然哑了，你就没石磨想对我说的？我想说什么？说对不起，还是说，其实这些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我说不出口。就在我们2个僵持的时候，茶水间的门开了，一个女同事端着杯子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2个。我赶紧甩开陆云深的手，脸上火辣辣的。陆云深也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他看了那个女同事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手腕上还留着他滚烫的温度。那天下午，总裁办的秘书给我送来一杯东西，是一杯热乎乎的红糖姜茶。苏总监，陆总让我给你的。秘书说。我愣住了。我胃寒，每个月那几天都会肚子疼，只能喝这个。这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每次我疼得在床上打滚，陆云深都会笨手笨脚的去给我煮这个。他一个大男生，连厨房都没进过，每次都把自己搞得手忙脚乱。他记得我对海鲜过敏，还记得我胃寒。他一边说着最狠的话，一边又做着最暖的事。陆云深，你到底想干石磨？我看着那杯红糖姜茶，心里乱成了一团麻。接下来的日子，我和陆云深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对峙状态。工作上，他对我要求极其严苛，我的方案改了10几遍，他才勉强点头。专案执行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亲自过问。我每天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几次都想把辞职信直接摔在他脸上。但私下里，他又会做一些让人看不懂的事情。比如，他知道我加班晚了有低血糖，会让人在茶水间备上巧克力。比如，有一次我感冒了，声音都哑了，第2天我的办公桌上就多了一盒润喉糖。这些事情，他都做得不动声色，好像只是顺手而已。公司的流言蜚语也越来越多。有人说，陆总是对我余情未了，想追回我。也有人说，这是陆总的手段，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想从精神上彻底控制我。林菲菲更是把狐狸精3个字写在了脸上，处处给我使绊子。我快被折磨疯了。直到公司公布了第1批裁员名单，我们部门有2个名额，一个是平时工作就不怎么上心，业绩垫底的，另一个却是我一手带出来的，最得力的一个下属，小王。名单是总部直接下发的，陆云深签的字。我拿着名单，直接冲进了他的办公室。陆总，这份名单我不接受。我把档拍在他桌上。小王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他走了， K-Max 这个专案根本进行不下去。陆云深坐在办公桌后，头也没抬。苏总监，这是总部的决定，你是在质疑我，还是在质疑总部？我谁也不质疑。
我只知道，你这是在公报私仇。我气得口不择言。你就是想把我的团队拆散，让我没办法完成那5个点的任务，你好顺理成章地把我赶走。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说完了。没有。我看着他那副无所谓的样子，心里的火更大了。陆云深，你冲我来，你别动我的人。他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苏婉，你闹够了没有？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压力。你真以为我想让你走，需要费这么大劲？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档，递给我，自己看。我打开，那是一份人事调查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小王在半年前就已经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公司高薪挖走，他留在这里就是为了窃取我们 KMAX 专案的核心方案。我瞬间呆住了，浑身发冷。这不可能，梅石魔不可能。陆云深说，你以为你一手带出来的人就绝对忠诚？苏总监，你的职场敏锐度比10年前差远了。我看着手里的报告，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如果不是陆云深，我还在傻乎乎地把核心机密交给他，等到方案上线，对方公司立刻推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到时候我才是真的万劫不复。他裁掉小王，不是在拆我的台，他是在保护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的声音有点抖。告诉你，让你去打草惊蛇。他反问，还是告诉你，让你看看自己看人的眼光有多差？我无话可说。出去吧。他又坐了回去，开始看档，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我拿着那份报告，走出他的办公室，感觉自己像个小丑。我以为他在第1层，想的是怎么报复我，可实际上他在第5层，想的是怎么保护我。陆云深，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裁员风波过后，我在公司的处境变得更加微妙。大家都看出来，陆云深对我不是简单的针对。林菲菲也消停了不少，不敢再明著跟我作对。我和陆云深之间，除了工作，依然没有别的交流，但有些东西好像不一样了。他看我的眼神不再是纯粹的冰冷，偶尔会有一丝很复杂的情绪，而我也开始无法控制的去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他开会时喜欢用哪根手指敲桌子，他思考时会微微皱起眉头。他办公室的窗台上养了一盆小小的仙人掌，和他整个人的气质格格不入。这些细节都让那个10年前的陆云深和现在这个高高在上的陆总慢慢重合在一起。那天，我为了找一份旧的合同，去了公司的档案室。档案室在地下2层，又冷又暗。我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我要的档。我抱着厚厚的档往外走，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书架，一个积了灰的旧纸箱从架子顶上掉了下来，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是一些旧照片，好像是公司10年前刚成立的时候组织的一次团建活动。那时候公司规模还很小，照片里的人大部分都已经离职了。我蹲下身，准备把照片捡起来，忽然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那张照片里，一个年轻的女孩，扎着马尾，笑得眼睛弯弯的，像月牙一样。她手里拿着一串烤肉，正喂给旁边的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 T 恤，看着女孩的眼神亮得像星星。那是我和陆云深。那时候我刚毕业，在这家公司实习，而他还在读大3。他为了多见我几面，暑假的时候托了好多关系，在公司找了个打杂的活，端茶倒水，复印档。
什么都干。那次团建，他也去了。照片里，我们两个穿着情侣衫，笑得那么开心。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密密麻麻的疼。我把那张照片捡起来，紧紧地捏在手里。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为什么会在这里。就在这时，档案室的门开了，陆云深走了进来。他看到我蹲在地上，和我手里的照片，愣住了。你在干什么？我赶紧站起来，慌乱地想把照片藏到身后，已经来不及了。他走了过来，从我手里把那张照片拿了过去。他看着照片，看了很久。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的发抖，原来还留着。他开口，声音很哑。我不知道他在这里。我解释道。他没说话，只是用指腹轻轻地摩挲着照片上我的脸。那个动作，那么轻，那么温柔，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了。苏婉，他忽然抬头看我。这10年，你有没有哪怕一次后悔过？他问我后不后悔。我怎么可能不后悔？这10年，我夜里梦到的全是他。可我能怎么说？我说后悔了，我们就能回到过去吗？不能了。我逼着自己迎上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不后悔。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要的。他笑了，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好，他说，很好。他把那张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自己西装的内侧口袋里，然后他看都莫再看我一眼，转身走了出去。我看着他的背影，终于忍不住蹲下身，抱住自己，哭了出来。K-Max 的专案进入了关键时期，为了拿下最大的管道商华创集团，我必须陪华创的老总王总吃饭。这个王总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色鬼，之前好几个女同事去谈合作，都被他占了便宜。但我没得选，这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饭局定在一家高级会所，我特意穿了一身很保守的职业套装，化了淡妆。一进包间，我就感觉不对劲，除了王总和他的2个助理，没有别的人。王总一看到我，眼睛就亮了，像饿狼看到了肉。哎呀，苏总监，真是稀客啊！快坐，快坐。他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手往他身边的位置上按。他的手又肥又腻，我一阵恶心，但还是忍着，把手抽了回来。王总，您客气了。我笑着坐到了离他最远的位置上。饭局开始，王总一句话不提合作的事，一个劲儿地给我灌酒。苏总监，来，我敬你一杯，你喝了，我们华创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苏总监，你真是年轻有为啊，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样的女强人。再喝一杯。我酒量本来就不好，几杯下去，头已经开始晕了。我借口去洗手间，给周瑞发了条资讯，让他半个小时后打电话给我，说公司有急事，好让我脱身。可我回到包间，王总就让人把我的手机收走了。苏总监，今天我们不谈工作，只谈感情。手机这种东西，多影响气氛啊。他笑得一脸猥琐，坐到了我身边，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王总，请您自重。我一把推开他，王总的脸沉了下来。苏婉，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不就是个出来卖的吗？装什么清高？他的2个助理也围了上来，堵住了门口。我心里一阵绝望。就在这时，包间的门被人一脚踹开了，砰的一声巨响。陆云深站在门口，
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身后跟着2个保镖。王总看到他，吓了一跳，陆总，您怎么来了？陆云深没理他，他径直走到我面前，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披在我身上，把我拉了起来。他的手很稳，很有力。你没事吧？他低声问我。我摇了摇头，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陆云深看到我脸上的泪痕，眼神瞬间变得像刀子一样，射向王总。王总，我的人，你也敢动？王总吓得腿都软了。误会，陆总，这都是误会。误会。陆云深冷笑一声，拿起桌上的一瓶没开的红酒，直接砸在了王总的头上。酒瓶碎裂，红色的液体混浊血顺着王总的脸流了下来。所有人都吓傻了，我也惊呆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陆云深，像一头被惹怒的狮子，浑身都散发着暴力的气息。我给你3天时间，带着华创从这个城市滚出去。陆云深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冰碴子。否则，我让你这辈子都再也爬不起来。他丢下这句话，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一直到坐进他的车里。我的身体还在发抖，他一言不发地开着车，车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你怎么会来？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周瑞给我打的电话，他目不识前方，冷冷地说，他说你给他发了求救信息。苏婉，你可真行，遇到危险，第一个想到的是他。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怒气。闭嘴！他打断我，我不想听。车子开到了我家楼下，我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谢谢你，陆总。他没说话。我拉开车门，一只脚已经迈了出去。他忽然从身后一把抱住了我，抱得很紧很紧，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我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酒气和血腥味的味道。苏婉，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别再让我找不到你了。我生病了，被王总那么一下，又被风一吹，积压了许久的疲惫和压力一下子全都爆发了。高烧39度5，我一个人躺在公寓里，烧得浑身滚烫，脑子也昏昏沉沉的。我想喝水，但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手机在床头柜上响个不停，我拿起来一看，是公司的电话。我直接按了静音，我不想理任何人。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幻觉。敲门声越来越响，还夹杂着一个熟悉的焦急的声音。苏婉，开门。苏婉，是陆云深，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我挣扎着想去开门，但刚一动，就一阵天旋地转。门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咔嗒一声，门锁被打开了。陆云深冲了进来，他看到我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眼神瞬间就变了。他跑过来，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这么烫。他立刻拿出手机，要叫救护车。别！我拉住他，我不想去医院，我讨厌医院。我妈就是在我10岁那年，在医院里没的。陆云深看着我，好像明白了什么。他放下手机，把我从床上抱了起来。我带你去社区医院。他的怀抱很宽，很暖，和他平时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一样。我靠在他胸口，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忽然觉得很安心。到了社区医院，医生给我打了退烧针，开了药。陆云深又把我抱回了家，他把我放在床上，给我盖好被子，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开始在我的公寓里忙活。他先是去厨房，
给我烧了壶热水，然后又拿着我的杯子，里里外外的洗了好几遍。接着，他又去翻我的冰箱，我的冰箱里空空如也，只有几瓶矿泉水。他皱着眉头，拿了车钥匙就出门了。过了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退烧药，有新鲜的蔬菜和肉，还有一袋小米。他走进厨房，系上了我那条粉色的带着小熊图案的围裙。那画面有点滑稽，但又莫名的和谐。我躺在床上，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忽然感觉好像回到了10年前，回到了我们那个只有10几平米的出租屋。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在我生病的时候，笨手笨脚地给我煮粥。没过多久，一股米粥的香气就从厨房飘了出来。他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走到我床边，起来，吃点东西。他扶我坐起来，拿起勺子，舀了一勺粥，吹了吹，递到我嘴边。我看着他，鼻子一酸，我自己来，张嘴。他命令道。我只好张开嘴，把那勺粥吃了下去。粥熬得很烂，很暖，一直暖到我的胃里、心里。他一口一口地喂我，我一句话不说地吃着。一碗粥很快就见底了。还要吗？他问。我摇了摇头。他把碗放下，又拿了药和水过来，看着我吃下去。做完这一切，他搬了把椅子，坐在我床边，就那么看着我。睡吧，他说。我在这里。我看着他，看着他眼睛里的红血丝，和他下巴上冒出来的青色胡茬，忽然觉得很心疼。陆云深，我轻声叫他的名字。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沉默了很久。因为我怕。怕什么？我怕你又像10年前一样，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他说着，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苏婉，我找了你10年。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顺着眼角滑了下来。病好的差不多，我就回公司上班了。我和陆云深的关系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秘密。他不再刻意针对我，我也开始学着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上司，和一个熟悉的老朋友。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层看不见的默契，但谁也没有再提过那天晚上的事。KMAX 的专案在我的带领下进展得很顺利。华创倒台后，我们很快找到了新的管道商。第一批产品上线后，市场反响非常好。那5个点的增长目标看起来不再是遥不可及。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那天，我帮陆云深去他办公室取一份档。他的办公室我只进去过2次。第一次，他给了我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次，我为了裁员名单跟他大吵一架。现在我站在里面，心情很平静。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拉开他说的那个抽屉，我要找的档就在最上面。我刚准备拿，却被档下面的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吸引了。那个档案袋很旧了，边角都起了毛，上面没有标签，鬼使神差的。我把它拿了出来，我打开了它，里面没有档，只有一沓厚厚的寻人启事。启事上是我的照片，是我大学时候的照片，扎着马尾，笑得很傻。下面的文字写着：苏婉，女，22岁，于2015年7月12日失联。本人陆云深，系其男友，若有知情者，必有重谢。下面是他的电话号码，1张、2张、3张，厚厚的一沓，至少有几百张，每一张都一模一样。我的手开始发抖，我继续往下翻，
是车票，从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小城市，到北京，到上海，到广州，到深圳，几乎是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厚厚的一沓。时间跨度，从2015年一直到2018年，他一直在找我。在我为了前途，潇洒地离开之后，他像个傻子一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找我。档案袋的最底下是一份医疗诊断书，诊断书上的名字是陆云深，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症，伴有严重焦虑，开具日期是2015年9月，就是我跟他分手后第2个月。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炸开了一样。我一直以为我跟他分手，我才是那个受害者，是我为了面包放弃了爱情，我背负着骂名独自打拼。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离开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他会恨我，会怨我，可他没有，他只是在找我，他只是想问我一个为什么。我拿着那个档案袋，瘫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快要喘不过气来。原来，这10年，他不是从地狱爬了回来，他根本就还活在地狱里，而把他推进地狱的那个人，是我。年会，公司包下了全城最豪华的酒店，所有人都盛装出席。我穿了一条黑色的晚礼服，化了精致的妆，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陆云深的那个档案袋，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上。我一整晚都心神不宁，手里端着一杯香槟，到处躲着人。陆云深作为总裁，自然是全场的焦点。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礼服，游走在各个合作方和高管之间，游刃有余。他看起来那么光芒万丈，那么遥不可及。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那个档案袋，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男人心里藏着那么深的伤。晚宴过半，是例行的抽奖和高管致辞环节。陆云深走上台，他接过话筒，全场都安静了下来。他先是公式化地总结了公司这一年的成绩，感谢了所有员工的付出，然后他的目光穿过整个宴会厅，落在了我的身上。今天我还想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一个人。我的心猛地一跳，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他的视线聚焦到了我身上。我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这个人就是我们市场部的苏总监，苏婉。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浓得化不开的情绪，有悲伤，有委屈，有不甘，还有爱。K-Max 这个专案在他的带领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证明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但是他话锋一转，我认识的他不是这样的。我认识的他会为了省几块钱的公车费拉着我走半个小时的路，会因为我给他买了一只烤红薯就开心得像个孩子，也会在我最落魄最一无所有的时候抱着我说没关系，我陪你。他的声音通过话筒清晰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全场一片哗然。林菲菲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周瑞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我站在原地，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所有的伪装和坚强都被他撕得粉碎。10年了，他看着我，眼眶一点一点的红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苏婉。他哽咽了一下，声音里带着10年的委屈和不解。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决了地。好吗？我一点都不好。没有你的这10年，我没有一天是真正开心的。我看着台上那个在所有人面前红了眼睛的男人，我知道
我们之间该做个了断了。年会结束后，我没有回家，我给他发了条资讯：老地方，我等你。老地方是我们大学城后面那条小吃街的尽头，有一家只卖馄饨的小店。以前我和他没钱的时候，最喜欢去那里，10块钱一碗的虾仁馄饨，我们2个分着吃，都觉得是人间美味。我不知道那家店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我打车到了那条小吃街，10年过去，这里变了很多，但那家馄饨店居然还在，只是招牌旧了，店面也小了。我走进去，老板娘还认识我。呀，是小苏啊，好多年没见你了。阿姨，给我来一碗馄饨。我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没过多久，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就端了上来，还是那个味道。我吃得很慢，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口的风铃响了，陆云深走了进来。他换下了那身昂贵的礼服，只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袖子挽到手肘。他看到我，好像一点都不意外。他走到我对面，坐下。阿姨，一样。他看着我，我们2个谁都没有说话，直到他的那碗馄饨也上来了。说吧，他先开了口。今天，把话说清楚。我放下勺子，看着他。陆云深，对不起，这是我欠了他10年的3个字。他听到这3个字，身体僵了一下，然后自嘲地笑了笑。我不要你的对不起。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血丝。我只要一个答案。魏石魔，魏石魔要用那种方式跟我分手，魏石魔要说那些话。苏婉，你知不知道，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一扎就是10年。我的心疼得快要碎了。我深吸一口气，把那段我藏了10年的往事说了出来。10年前，我们快毕业的时候，陆云深的父亲在工地上出了事故，瘫痪了。赵世芳跑了，家里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那时候，陆云深整个人都快垮了。他一边要去医院照顾他爸，一边还要想办法赚钱。他成绩那么好，本来可以保研，可以有大好的前途，但为了他爸，他全都放弃了。我看着他那么痛苦，那么绝望，我比他还难受。就在这个时候，我妈查出了癌症，晚期。医生说，手术加化疗，至少要50万。50万，对那时候的我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不能再给陆云深增加任何负担了，他已经快被他家里的事压垮了。如果他知道我妈也病了，他一定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到自己身上，他会废掉的。我不能让他废掉，我爱他，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好，所以我只能选择用最伤人、最决绝的方式离开他。我跟他说，我爱上了别人，一个有钱人。我说，我受够了穷日子。我把他送我的项链扔在地上，说那是垃圾。我说的越狠，他才能对我越失望，才能彻底放下我，开始他自己的人生。我去找过周瑞，我看着陆云深，一字一句地说，那时候他爸是咱们市里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我求他借钱给我妈治病，他答应了，但他也提了一个条件，他让我跟你分手，永远不要再见你。我答应了。陆云深静静地听着，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手背上青筋暴起。所以，你为了50万，就把我卖了？他开口，声音嘶哑得不成样子。是。我闭上眼睛，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妈最后还是走了。我继续说，周瑞家的钱，我也一分不少地还了。我毕业后，之所以这么拼命工作，就是为了早点还清那笔债。我来了这个城市，换了手机号，断了和所有同学的联系。我就是不想让你找到我。我以为你没有我这个累赘，你会过得很好，你会读研，会进大公司，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没想到你会，我没法说出抑郁症那3个字。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傻。我说完了，把压在心里10年的石头全部搬开了，很轻松，但也很疼。馄饨店里很安静，老板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关了灯，拉下了卷帘门，把空间留给了我们。过了很久很久，陆云深才开口：苏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傻子。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蹲下，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冰凉。你以为你在保护我？他抬头看着我，眼泪终于从他通红的眼睛里掉了下来。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什么前途都不要。我爸出事，你妈生病，我们一起扛，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要一个人做决定？为什么要推开我？你问我这10年过得好不好？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好。我找不到你，我快疯了。我休学了1年，拿着你的一张照片，跑遍了所有你可能去的城市。我没钱，就去打工，睡在火车站，睡在天桥底下。后来，我爸走了，临走前，他给了我一张银行卡。他说，那是当年那个工地的老板赔给他的钱，不多，只有20万。他说，那个老板后来也后悔了，一直在找我们，想做点补偿。他让我拿着这笔钱，好好生活，重新开始。我就是用那20万开始创业的。我拼了命的赚钱，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成功，一定要站到最高的地方，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看到我。他把我的手贴在他的脸上，那上面全是滚烫的泪水。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报复你，也不是为了踩碎你的骄傲，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当年看上的那个穷小子，他没有让你失望。苏婉，我成功了，可我还是把你弄丢了。我再也忍不住，伸手抱住他的头，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放声大哭。对不起，陆云深，对不起。我们2个像2个迷路了10年的孩子，在一家小小的馄饨店里抱着对方，哭得像个傻子。第2天，我递交了辞职信。陆云深没有拦我，我们都需要时间去消化这10年的真相，去抚平彼此心里的伤口。我离开了公司，离开了这个我奋斗了10年的城市。我回了老家，我去了我妈的墓地，我把我和陆云深的故事都告诉了她。妈，我以前总觉得是我错了，是我为了钱抛弃了他，现在我才明白，我只是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去爱一个人。您说，他选会原谅我吗？风吹过墓地旁的松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回答我。我在老家待了1个月，这1个月里，我没有和陆云深联系，我每天就只是散散步，看看书，陪陪我爸。我感觉我这10年绷得太紧了，现在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1个月后，我爸对我说，孩子，去吧，去把他追回来。爸，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1个月魂不守舍的，你心里一直有他。我爸叹了口气，当年是爸没用，
如果你妈生病的时候，我能有点办法，你也不用受这份罪。爸，不怪你，去吧。我爸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再让自己后悔了。我买了回程的机票，我不知道陆云深还在不在等我，我也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可能，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去，我必须为自己再争取一次。下了飞机，我打车直接去了陆云深的家。他的住址我还是从周瑞那里知道的。周瑞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道了歉。他说他当年确实是喜欢我，但他用错了方法，他没想到会给我们两个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站在陆云深的公寓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按下了门铃，门很快就开了。开门的是陆云深，他好像瘦了点，下巴上都是胡茬，看着很憔悴。他看到我愣住了，我们两个就这么隔着一扇门看着对方。我们两个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下。他笑了，我也笑了。你先进来吧。他侧过身让我进去。他的公寓还是那种黑白灰的冷淡风格，但是阳台上多了一盆向日葵，开得正灿烂。我又想开口，他却忽然伸出食指抵住了我的嘴唇，先别说话。他转身从客厅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丝绒盒子，他走到我面前，单膝跪地，我的心漏跳了一拍。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戒指，不是钻戒，戒指的戒面是一颗小小的，用什么东西打磨成的，黑色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这是我第一件西装上的第二颗纽扣。他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温柔。我穿着它，拿到了第一笔投资。我告诉自己，等我找到你，我就把它做成戒指，向你求婚。苏婉，这10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今天。你愿意嫁给我吗？让我用我的余生来弥补我们错过的这10年。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我用力地点着头，我愿意。我没有回公司上班，陆云深把总裁的位置交给了更专业的职业经理人，他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科技公司，研究他喜欢的那些人工智慧。他说他不想再那么累了，他只想和我一起过普普通通的日子。我们在郊区买了一栋带院子的小房子，我把院子种满了向日葵。春天我们一起种花，夏天我们一起在院子里吃西瓜，秋天我们一起去爬山看红叶，冬天我们一起窝在沙发里看电影。我们养了一只金毛，叫馄饨，因为它是我们和解的见证。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10年，那10年像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噩梦，但现在梦醒了，阳光很好，爱的人就在身边。那天我正在厨房做饭，陆云深从身后抱住我，老婆，在做什么好吃的？在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蹭了蹭，老婆，我爱你。我关了火，转过身，捧着他的脸吻了上去。我知道，陆云深，我也爱你，很爱，很爱。从10年前那个穿着白 T 恤的少年，到10年后这个为我单膝跪地的男人，我爱的一直都只有他。这一次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因为顶峰相见是为了顶峰相爱。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页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